中共人物志第2期講朱鎔基。2026年8月12日上午11點06分，朱鎔基在北京去世，98歲。訃告是中共中央、全國人大常委會、國務院、全國政協聯合發布的，用的是最高規格的那套詞，久經考驗的忠誠的共產主義戰士，傑出的無產階級革命家、政治家。這一期不講功過評價，只講一件事，他做過的那些改革，今天還剩下什麼，還在哪些地方運轉着。因為朱鎔基是一個特殊的樣本，他任期結束是2003年，到今天是23年。23年足夠長，長到可以看見一項政策的全部後果，而不只是他剛推出時的樣子。有些東西被證明是对的，有些東西以他完全沒有預料的方式，變成了今天中國最棘手的問題。先看一件很多人不知道的事，上一期講反右，講統戰部那13次座談會，講張伯鈞、羅隆基、楚安平。朱鎔基是那55萬人裡的一個。1957年4月，中共中央發出整風運動的指示，各機關開始大鳴大放。朱鎔基當時的職務是國家計劃委員會機械工業計劃局綜合處副處長，同時給紀委黨組領導做秘書。因為這個身份，同事勸他帶頭提意見。他講了話3分鐘。10月，整風轉向反右派鬥爭，他的那3分鐘被重新拿出來審視。1958年1月，朱鎔基被正式化為右派分子，開除黨籍。上一期講過反右的一個技術特徵：定性在前，標準在後，而且數量本身帶着指標。化右派是有任務、有名額的，一個單位分到多少個，就得湊出多少個，湊不滿就把手邊的人拉上。朱鎔基是被拉上的那一類。從1958年到1962年，他在国家紀委幹部業餘學校當教員，教數學、物理、化學。1962年7000人大會之後，中央對一部分右派做甄別，他獲准恢復工作，但帽子沒摘，黨籍沒有恢復。文革來了，又是一輪。1978年，他恢復中共黨籍，從化為右派到恢復黨籍，中間整整20年。他從30歲到50歲的那20年，是在一個被剝奪了政治身份的狀態下過的。這件事值得放在開頭，是因為他解釋了後面很多事情的性質。1990年代那些改革措施，最常見的一個形容詞是雷厲風行。但主持這些改革的人，自己在體制的另一面待過20年，清楚地知道一個決定落到具體的人頭上是什麼後果。這兩件事同時成立，才是他真實的樣子。1979年，他進入國家經濟委員會。1983年任国家經委副主任。1987年到上海，第2年當選上海市長。1989年之後兼任上海市委書記。上海那幾年是他第一次獨立面對一個完整的經濟體。當時的上海是一個典型的老工業城市，國有企業密集，財政上交比例高，市政設施20年沒有大修，住房緊張到幾代人擠一間。他後來在很多場合提到過一個數字：上海每年上交中央的財政，佔全市財政收入的絕大部分，留給自己的部分連修路都不夠。這個數字在幾年之後會變成一個全國性的問題，而解決它的人正是他自己。1991年，朱鎔基調任國務院副總理。1993年，兼任中國人民銀行行長。兼任央行行長這件事在中國是罕見的，一個國務院副總理直接去管中央銀行，說明當時的情況已經到了必須由最高層直接處置的程度。情況是這樣的：1992年鄧小平南巡之後，投資迅速膨脹，各地大量開發區上馬，銀行資金被大規模挪用到房地產和股票。1993年上半年，通貨膨脹率快速上升，1994年全年的商品零售價格指數漲幅達到 21.7%， 是改革開放以來的最高值。同時出現的還有金融秩序的混亂，銀行違規拆借、亂設金融機構、亂集資。朱鎔基的處理辦法是16條措施，核心是3件事：把違規拆借的資金限期收回，把人民銀行的各級機構從地方政府的干預中拉出來，
停止一切新的開發區審批。這套辦法在當時引起的反彈很大，因為它直接掐斷的是各地正在進行的項目。但從結果看，通脹在1996年降到6%左右，沒有出現硬着陸，這是他最沒有爭議的一項成績。真正影響到今天的是緊接着的另一件事。1994年1月1日，分稅制正式實施。要理解這項改革，先要看它之前的狀態。1980年代實行的是財政包乾，各省和中央談判，定一個上交的基數，超出的部分留給地方。這套辦法的直接後果是中央財政的比重逐年下降。中央財政收入佔全國財政收入的比重，1984年是40.5%，到1993年降到22%。22%意味着什麼？意味着中央政府手裡的錢不足以支撐全國性的轉移支付，不足以在一個省出現困難時進行調劑，也不足以在通脹來臨時進行宏觀調控。當時有一個流傳很廣的說法，是財政部向地方借錢過日子。分稅制的做法是按稅種劃分收入，明確中央與地方各自的收入範圍，中央和地方分設兩套稅務機構，同時建立中央對地方的稅收返還制度。這項改革的談判過程極其艱難，朱鎔基帶着一個工作組，用了幾個月時間，一個省一個省地談。這是中國財政史上罕見的場面，中央政府的負責人親自到各省，逐個說服省委書記和省長交出稅源。結果是中央財政的比重迅速回升，到2003年，中央財政收入佔全國財政收入的比重達到54.6%，從22%到54.6%，中央重新獲得了宏觀調控的財政基礎。從這個角度看，分稅制是成功的，它解決了它當時要解決的問題。但它同時留下了一個缺口，稅源上收之後，地方政府的支出責任並沒有相應減少。教育、醫療、市政、基礎設施這些花錢的事項仍然主要由地方承擔，中央通過轉移支付彌補了一部分，但缺口依然存在。對於這個缺口，當時的處理辦法是中央允許地方保留全部的土地出讓收入。這一條在1994年看起來是個技術性的安排，當时的土地出讓還沒有形成規模，商品房市場剛剛起步，這筆錢在地方財政裡微不足道。4年之後，1998年，另一項改革讓這條安排的分量徹底改變。這一年，國務院停止住房實物分配，全面推行住房分配貨幣化，單位分房這件事從此結束，城市居民要住房，只能到市場上買。兩件事疊加在一起，地方政府擁有土地的唯一出讓權，土地出讓收入全部歸地方，同時城市居民被推向商品房市场，土地價格從此有了向上的動力，而這個動力的受益者是地方財政。這就是土地財政的起點。需要說清楚的是，1994年做分稅制的時候，沒有人是奔着這個結果去的。允許地方保留土地出讓收入，在當時的語境裡是一個補償性的、臨時性的讓步，它變成今天這個樣子，用了差不多20年。喬治·馬格納斯在《紅旗警訊》裡對這一段的判斷是：中國經濟從1990年代獲得的高速增長，與它後來面臨的債務問題來源是同一套制度安排。地方政府在財政上依賴土地，在投資上依賴融資平台，兩者互為支撐。這套結構在土地價格上升時運轉良好，在土地價格停止上升時，問題會同時出現在地方財政和銀行資產兩端。今天中國的地方債務、土地財政依賴、房地產企業的困境，都可以追到1994年那一條補償性安排。朱鎔基本人在退休之後公開表達過對房價的看法，他反對把房地產當作支柱產業，但那時候他已經沒有職務了。1998年3月，朱鎔基就任國務院總理，他在記者會上講了那段被反覆引用的話：不管前面是地雷陣還是萬丈深淵，我都將勇往直前，義無反顧，鞠躬盡瘁，死而後已。同一年，
他在中央的一次反腐敗會議上說：“我這裡準備了100口棺材，99口留給貪官，1口留給我自己，無非是一個同歸於盡，卻換來國家長治穩定發展和老百姓對我們事業的信心。”這2句話構成了他在公眾記憶裡的形象：鐵面總理、經濟沙皇。但1998年真正壓在他身上的是3件同時進行的事。第一件是國有企業改革。當時的國有企業普遍虧損，銀行的不良資產率高得無法統計。朱鎔基提出的目標是3年脫困，做法包括讓效率低下的企業破產、重組、出售，剥離銀行不良資產，成立4家資產管理公司，同時對国有企業的富余人員實行下崗分流。下崗这個詞就是從那幾年進入中國人的日常語言的。數字有不同的口徑，一個較常引用的統計是1998年到2003年，國有企業累計下崗職工2818萬人。另一些統計給出的範圍是2550萬到3000萬。無論用哪個口徑，這都是和平時期世界範圍內規模最大的一次勞動力身份變更。錢理群在毛澤東時代和後毛澤東時代裡對這一段的記述，重點不在數字，而在這些人後來的處境。他們中的多數是40歲上下，有一門在計劃經濟裡有用，在市場經濟裡沒用的手藝，有需要上學的孩子和需要看病的父母。買斷工齡的補償標準通常按工齡計算，一年幾百到1000多元。一個工作了20年的工人拿到的是2萬元左右，然後自己去找出路。這一代人後來被稱為下崗一代，他們的養老金、醫保接續、再就業構成了此後20年中國社會保障體系要處理的主要歷史遺留問題。必須並列的是另一面，3年脫困在賬面上完成了。到2001年，國有企業整體扭虧為盈，剝離出去的不良資產由4家資產管理公司處置，商業銀行的資產負債表得以清理，這是2003年之後國有銀行能夠股改上市的前提。如果沒有這一步，中國的銀行體系在2008年的外部衝擊面前會是什麼狀態，是一個很難樂觀回答的問題。代價是真的，成績也是真的，兩者不能互相抵消，只能並列。第2件事是住房。前面講過了，實物分房結束，商品房市場開始。第3件事是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的談判。這場談判從1986年中國申請恢復關貿總協定締約國地位開始，談了15年。最艱難的階段在1999年。那一年4月，朱鎔基訪問美國，帶着一份讓步幅度遠超預期的清單，包括農產品、電信、金融、汽車關稅。談判在最後關頭沒有達成協議，美方隨後單方面公布了中方的讓步內容。這件事在國內引起了強烈的反應，朱鎔基在此後的很長一段時間裡承受着巨大的壓力。同年5月，北約轟炸中國駐南斯拉夫大使館，談判中斷。11月，雙方重啟談判並達成協議。2001年12月11日，中國正式成為世界貿易組織成員。從結果看，入世是這一代人做的所有決定裡對中國經濟總量影響最大的一件。2001年中國的出口額是2660億美元，2010年是15780億美元。中國在2010年成為世界第2大經濟體。馬格納斯的技術裡，江澤民與朱鎔基這一段被概括為1993年到2003年人均所得複合年增長率 9.4%， 以及帶領中國度過1997到98年的亞洲金融危機。2003年3月，朱鎔基卸任國務院總理。此後23年，他幾乎完全退出了公共視野，不題詞，不出席剪彩，不接受採訪，不對現任領導的政策發表評論。2011年出版的朱鎔基講話實錄收的全部是他任內的公開講話和會議記錄，沒有一句是事後追加的評論。這種沉默在中共的退休高層裡並不是常態，它本身是一種政治姿態。最後回到開頭那個問題，他留下的東西今天還剩下什麼？還在運轉的，第一是分稅制。
中央與地方的財政關係框架32年沒有變過。第二是商品房市場和與之綁定的土地財政，它現在是問題，但它是這套制度的產物，而不是意外。第三是世貿組織成員身份以及圍繞它建立的整個外貿體系。第四是4家金融資產管理公司，他們至今仍在處置不良資產。沒有實現的也要列出來。政企分開，這是1998年國務院機構改革的核心目標。國務院部委從40個減到29個，但企業與政府的關係在此後的20年裡重新變得緊密。精簡機構，機關人員當時確實裁減了一半，此後又逐步回升。他多次提到的建立公共財政，讓政府退出競爭性領域，這些目標沒有完成。還有一條更根本的，他所有的改革都在經濟領域，沒有一項觸及政治體制。這不是他的選擇餘地問題，而是那個位置的邊界。他自己在任內說過一句話：“我只是一個總理，不是別的什麼。”訃告裡的評價是：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，獻身於共產主義事業。他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，戰鬥的一生，光輝的一生。這是官方文本的固定格式，每一位同級別的領導人去世時用的都是同一套詞。它不構成對一個人的具體描述。具體的描述可能是這樣的：一個在30歲被隨機指標化成右派，在體制外待了20年的人，50歲以後回到體制內，用12年時間做了3件在他之前無人敢做的事：把中央財政從22%拉回55%，把2000多萬人從國有企業的編制裡放出去，把中國送進世界貿易組織。這3件事各自的後果一直延伸到今天，還沒有全部顯現完。他去世的這一年，中國的地方債務和房地產問題正處在最受關注的時刻，而這2件事的制度起點是他32年前那一次主省談判裡，為了讓談判能談成而做出的一條讓步。這不是對他的批評。1994年的中國需要一個能重新掌握全國財政的中央政府，這件事必須做，而做成它的代價必須由某個地方承擔。他選擇讓土地承擔，在當時能看到的信息裡，這是一個合理的選擇。歷史的問題在於，做決定的時候看得到的信息和30年後看到的後果從來不是同一套東西。